今天我们来聊21世纪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——马航 MH370失踪之谜。在此之前，请点击关注、收藏我们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370是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定期航班，机上共有227名乘客，大多为马来西亚和中国国民。扎哈里机长经验丰富，热爱飞行。副机长法里克飞行时速不到3000小时，刚获得客机的驾驶资格。凌晨12点40分，370准时起跑，预计5个半小时后到达北京。这架波音客机往东北方向飞行，越过马来西亚半岛。飞机和往常一样爬升到自动巡航高度。由于是深夜航班，大多数乘客都在睡梦中。40分钟后，凌晨1点20分，飞机抵达马来西亚领空边缘。飞越国界后将由越南接手通讯，但马航留下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完全消失了。千奇百怪的言论纷纷出现，有人说飞机遭到劫持，有人说飞机遭受到秘密军队的攻击。2014年3月9日，跨国搜救任务展开，64架飞机和69艘船只在大海上搜索飞机残骸。如果370高速坠海，可能会碎成数百万片，其中会有许多残片浮在海面上，而且会飘向海岸。搜索范围集中在马航的线路以及最后出没的位置，并延伸到周围5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，也就是马来西亚半岛东边。但最终一无所获。波音777客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客机，配备全数字无线飞控以及光纤电子网络，雷达会跟踪飞机位置，提供航空管制相关资讯，包括飞机的型号、高度和速度。但飞机仍然有可能从雷达上消失，国际航班会超出雷达探测范围，飞机会在无雷达环境下飞行一段时间，再在下一个雷达探测区出现。只是马航始终没有再出现在雷达里。诡异的是，马航的飞机通信系统中重要的应答机停止了运作。应答机是飞机上重要的无线电设备，用来回应地面的航管人员，传递飞行过程中的各种资讯，包括高度、速度、位置等。双方会在整个航程中保持联络。若应答机失灵，那飞机就宛如幽灵一样，无法得知那是哪架飞机，不知道驾驶者是谁，并且应答机损坏的情况非常少见，甚至可以说没有。这种装置相当可靠。那么，为什么马航的应答机没有发挥它的功能呢？调查员从旅客名单着手调查，除了239名人员之外，马航还有11吨货物，教科书、电子零件、电脑芯片以及5吨新鲜水果。但调查员立刻锁定了一个项目，航空专家大卫曾针对马航撰写了大量文章，他对波音777也了如指掌。这里就是飞机的货舱，除了寄存乘客的行李，也运送货物。马来西亚航空经常运送锂电池前往北京，2014年1月到5月间，一共运送了99趟。锂电池重量轻，性能高，起火性也高。370载有227公斤的锂电池，这批货物立刻引起了调查员的怀疑。这种锂电池受热、损坏、过度充电或者过度放电的时候都可能起火。调查员因此做了一个实验，结果显示，当其中2个电池的温度超过临界点，就会产生热失控。温度高于93摄氏度时，电池内会产生化学反应，导致短路。电池内的电解液释放出高温气体向外扩散，烟雾中含有剧毒，最后爆炸。从热感摄影机可以看出，所有的电池都达到了1000度以上，以极快的速度释放出内部物质。此外，最致命的是，锂电池不需要加热就能燃烧，只要有损或者有瑕疵就会自燃。过去曾有飞机因锂电池起火而坠机，1991年迄今共有160次航空事故和锂电池有关。刚出厂的锂电池活性最高，马航上的227公斤电池在飞机消失前24小时刚刚组装完成，货舱严重起火，似乎很合理，飞机的确可能因此坠毁。但是马航消失3天后，新证据出现，反而加深了人们的疑惑。奇怪的是，马来西亚军用雷达资料显示，飞机并未按照既定航线往北京飞，而是往回飞越马来西亚半岛，接着向西北飞到安达曼海上空，抵达泰国外海241公里处，于凌晨2点22分从军用雷达上消失。这代表飞机已经进入了印度洋，军用雷达无法继续追踪。这个发现推翻了所有推论，让调查员意识到他们调查错了方向。搜索范围向西扩展到孟加拉湾和印度沿岸区域，面积超过了776万平方公里。经过6天的搜寻，依旧一无所获。布兰相信一定能找到飞机残骸。布兰利用科学模型
预测飞机残骸会随着洋流飘到印度洋，来到东非沿岸。距离官方搜索范围4828公里远，他在无数飘上海岸的垃圾里查找飞机残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马航改变了既定航线？飞机通常采用的是自动驾驶，但即使自动驾驶，要改变航线必须由机长亲手操作。是机长扎哈里改变了航线，还是有人控制了飞机？另外，恐怖主义在马来西亚造成严重危机，数个激进集团活跃于马来西亚。警方查阅名单时，发现了可疑资讯，有2名乘客使用偷来的护照。国际刑警组织查出他们是伊朗国民，调查人员怀疑他们可能是劫机人员。恐怖分子以攻击机上通信系统而闻名，911事件的劫匪就是关掉了所劫持飞机的应答机，马航的应答机同样关机了。民航机上其实还有一个通信系统，位于客舱下方的电子设备舱，这个客机通报系统是用来传输飞机和地面之间的资料，但客机通报系统和应答机一样可以关机，但必须要从舱壁上拔掉插头。飞机起飞后大约25分钟，马航的客机通报系统就停工了。最后一次通报是1:07分，理论上来说1:37分应该再通报一次，但是并未接到通报，这很有可能是人工干预的。但奇怪的是，并没有人提出劫机，也没有任何组织对此事负责，这不符合劫机的模式。并且马来西亚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，这2名伊朗人和恐怖组织并没有关系，他们是要前往欧洲的移民。其他乘客也没有犯罪动机。飞机失踪16天后，案情出现重大突破。调查人员发现，马航应答机和客机通报系统双双关闭后，仍然长时间保持传送信号给监控飞机的移动卫星。飞机每小时1次的频率传送信号给卫星，一共传了7次交换信号，表示飞机仍有动力持续飞行。这些信号揭开了一道曙光。专家认为，这些卫星信号显示飞机的最终位置就这条弧线上。这就让离奇的谣言满天飞。航空业现在危机四伏，航空公司每月都要遭受数以千计的网络攻击。航空公司系统越复杂，飞机就像长了翅膀的电脑，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。克里斯是网络防御专家，同时也是黑客。他认为乘客有可能黑进马航的电脑系统，进而控制飞机，并利用适当的工具，加上对777客机的了解，就能从仓库入侵驾驶系统。他发现民航飞机有个部分很容易成为目标，那就是飞机上的娱乐系统。飞机上的娱乐系统透过座位下的主机盒连接，主机盒有个数据接口，只要有适合的接头就能连接主机盒。有了连接线和笔记本，克里斯就能黑进飞机最敏感的系统。他可以查看燃油管理系统、窥探控制引擎的电脑或者其他多个系统。罗布斯已经使用这种方法，成功在飞行途中黑进了民航系统20多次。他说，有心的黑客坐在座舱内就能入侵驾驶舱系统，影响飞行，包括航向、燃油、高度等等，也能控制引擎、航空电子系统。但黑客为什么想要控制民航飞机呢？原来，在印度洋中央的加西亚岛上，有美国最机密的军事基地，也是美国情报局的重要资产，是恐怖分子眼中的头号目标。有人怀疑黑客控制了马航，撞向了加西亚岛。因为马尔代夫的目击者声称曾看见了巨大喷射机在低空飞行。布兰询问了6名目击者，接着向马尔代夫官方求证。官方称没有任何飞机经过那个区域。飞机在8点19分发出最后一道卫星信号，地点距离西澳外滩1219公里，具体位置不明。调查人员认为飞机可能耗尽了燃料而坠入了海中。往西4828公里，印度洋的另一端，布兰有了重大发现，他和岛上的居民发现海滩上有被冲上来的30多块残骸。经调查，官方认为这些残骸极有可能是马航飞机坠毁的。漂浮的残骸被洋流和风浪带走，从澳洲外海的坠机地点一路漂流到非洲沿岸。但至今，马航消失的原因依旧是个谜，甚至有阴谋论者把马航的消失联系到晶片的专利权之争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马航的秘密能够被揭开，愿已逝的人们灵魂能得到安息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
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